想去大阪，但不知道怎么规划吗？这支影片就是你的超级懒人包。从关西机场入境，一路玩到大阪城、京都三大秘境，体验日本人的在地市场，5天4夜的吃喝玩乐全攻略，还有超实用的交通教学，保证看完就能立刻出发，轻松玩遍大阪。第一天抵达关西机场，由于需要办理入境手续，并且从机场前往市区，因此规划在天神商圈逛逛。这里有日本最长的商店街，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求。在关西机场有一个很棒的服务，你第一天想要玩更多行程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来这边先寄送你的行李，但是记得你要在下午的1点前来这边寄送你的行李，然后在晚上8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你的饭店领取你的行李了。那这样子你就不用说，我来了第一天之后，我还要先跑去饭店 check in， 我才可以开始跑行程。所以这个行李寄送可以帮你省下蛮多的时间。那它的位置呢，就在你入境之后右转，直走到底，你就可以看到这一间行李寄送的服务。你想要预先购买行李寄送服务的话，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在1楼的入境大厅还藏着一个很实用的交通工具，就是机场巴士。不只能直达环球影城，还能当做地铁误点的备案。第一天想要冲环球影城的小玩家注意啦！虽然JR有车可以到环球影城，不过它其实需要转车的。尤其你第一天到关西机场又带着行李，我觉得转车会有点不方便，所以我会推荐第一天要去环球影城的人，你可以在1楼这边搭巴士，就可以直接到环球影城啦。那搭巴士的位置在3号的巴士站牌，有3种方式，它可以收现金、IC 卡，也可以用信用卡方式付款。那其中我最建议你用 IC 卡上车，像西瓜卡或是 ECO 卡，你都可以直接在那边排队上车。然后上车的时候呢，你只要上车刷一次，它就完成扣款了。你下车之后不需要再刷咯。那如果说你没有 IC 卡，你想用现金购买也行，那你就到这边2号、3号、4号的路线都会在这个的地方去贩卖他们的车票，不过它这边就只有日文跟英文可以选了。我建议大家就用日文的，因为还有汉字你还看得懂。环球影城在右上角这个选了之后，这边可以选人数，1个人、2个人，大人跟小孩，直接在旁边投入现金。如果说你要用信用卡，在机台的旁边它还有一个巴士按耐所，那它会有人工在面，可以用信用卡的方式去购买。这边有可以自己用信用卡购买的机器，繁体中文。要去环球影城，选南港天宝山，用感应的方式，右边这台机器直接感应就可以刷卡购票了。接下来让我们搭电梯到2楼，前往关西机场地铁站。我要告诉你一个省钱又省时的搭车小技巧。现在在关西机场站的2楼这边，现场也有卖551包子，但是我们台湾人应该会觉得包子很稀松平常。在我饭店里面，我发现有买那个包子的几乎都是日本当地人。有人吃过这个包子吗？我蛮好奇它到底好不好吃耶，有吃过的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从关西机场2楼出来之后，你会先感受到日本的冷，好冷哦。穿过这个天桥之后，那边就是关西机场的地铁站了。关西机场地铁站主要有2间的地铁公司，一个是蓝色的 JR 以及红色的南海电铁。那要怎么选择搭哪一个交通系统呢？很简单，你今天要去天王寺、大阪、新大阪、京都的话，你就直接选择蓝色的 JR 哈鲁卡；你要去南波站，就选红色的南海地铁。不过等等，你到了这边先不要急着现场买票哦，因为日本官方它有推出针对外国旅客的优惠车票，所以你只要记得提前线上购买，就可以享受外国旅客的优惠票价。你在现场买，或者是你用 IC 卡进站，都会是用原价计算的哦，大家要记得。所以记得出国前就要在网络上先买好你的优惠车票。优惠车票链接我放在下方的影片资讯栏，不只有优惠价格，还可以免费划位指定席。那完成网络购票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 QR code，记得先把它档案存下来，存到你的手机。那到现场之后有3种取票方式，一个是人工柜台，一个是绿色机器，一个是白色机器。那速度最快的呢，我会最推荐你去用白色机器取票，不到1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取完票去搭车。但是要记得，那白色机器它是专门 for 哈鲁卡
取票用的，只能取关西机场前往天王寺、大阪、京都的车票。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你除了哈鲁卡车票，你还要顺便取其他的交通票的话，我就推荐你去绿色的机器。虽然说绿色的机器它的流程比较麻烦，要刷一次护照，但是因为你要取其他的车票，那你就不如在这边就排一次队就可以取完你的票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会建议你就去人工柜台，因为在关西机场这边有一个限定版的 Eco 卡 ，Eco 卡就是日本这边他们的 IC 卡，他们的交通卡，类似我们台湾的悠游卡，你可以搭车，也可以去超商买东西。另外，你有6到11岁的小朋友，你要买儿童版的 Eco 卡，你也可以直接去人工柜台排队，因为6到11岁的儿童的 Eco 卡，它搭车的话是只要半价哦，非常的划算。在人工柜台这边可以买到关西机场限定版本的 Eco 卡。进去排的时候有2条路，一个是蓝色的右边，那它是可以有购票的服务，有英文、中文、韩文的对应窗口。左边是绿色的窗口，你是要买小朋友版本的 Eco 卡，以及说限定版本的 Eco 卡，都直接在左边绿色的窗口这边排队。但是它比较可惜的是，它只能用日文去做对应。很简单，你就跟他讲说，哦，你要 Kitty Eco 卡，他就懂你的意思了。这张 Eco 卡价格是日币2000，那其中包含500块的押金，实际能用的金额是1500块日币。要来绿色的机器这边操作了，它这边有分2边，蓝色的那边只能买自由座，你要取票划位就要来旁边的绿色机器。好，我们可以先按繁体中文，很简单，只要选 QR code 扫码。选择今天的日期，确认同意，然后这边要刷你的护照，这边有个扫护照的机器，照片的这一面朝上，它就会出现你今天的自由席的座位，那确认你的时间是今天的日期，然后按确认。正在发行车票，请拿好车票。谢谢。出来之后，这边会有2张，上面的这张就是你搭车的自由座，下面这张就是一般的收据，可以不用理会。那我们再来要继续再用这张票再去划指定席的座位，然后再来我们要用这张自由座的车票去划位指定席，一样先选繁体中文，这边有写使用哈鲁卡单程车票预定指定席座位，一次可以放4张。把你的车票放进去，然后选插入完毕，按确认，选出发站。出发站就是关西机场 K 开头，然后选择你指定到达站，确认你的出发地跟目的地，按检索，选择班次的时间，然后再按确认。按圈的地方就可以划位，你可以自己选，或是你用系统让它选都可以。那我这边就按从座位表选择，看你要坐哪个车厢都行。那选空余座位最多的，选一个你要的座位，确认。好，再按确认。请拿好车票，谢谢。完成之后，它就会吐2张车票给你，一个是自由席的座位，一个是有划位的指定座位的车票。到了白色机器之后啊，你就发现这边都没有人排队，这边的速度是最快的。好，来这边取票，我可以直接选繁体中文，这边有确认画面，你一定要有短期居留证、观光客的资格才可以购买。扫你的 QR code， 它这边会列出它所有的班次。所以你确认这个班次它有指定席座位，你再去点它，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会不会画了之后没有位置？放心，它这边都会有显示有多少的指定席座位，就出来了，速度非常的快。那白色机器它比较特别，它是以区域的概念画指定席座位给你，所以你会看到它这边有写座位在8号车厢第1排到第10排的空位都可以坐。为大家插播第4个最新的搭车方式。购买哈鲁卡 West QR 车票，好处是价格更便宜，而且不需要到车站现场换票，只要用手机就能预约座位和搭车。不过要注意的是，只能在购买时指定的车站上下车，无法在中途停靠站下车哦。购买后会收到一个带有连结的凭证，点击连结后注册成为会员，将车票号码登记到账号内，就可以在发行券中查看车票，选择要预约座位的车票，按下选座，
这边要特别提醒，在搭车日期还没到之前，记得不要点选开始使用，接着选择搭车日期、班次和座位，然后等到搭车当天，点选开始使用，出示 QR code 即可上下车。因为不是每个闸门都支援 QR code 车票，所以进站的时候请找有 QR code 扫描功能的闸门进出。因为手机荧幕会旋转，所以大家在进站的时候，手机记得拿直拿正。因为如果说你有点横的话，它的手机荧幕就会翻转，翻转就扫描不到 QR code 了。这是我这几天扫 QR code 下来的心得。或者是你要记得把你的手机锁定成直视的，不要让它旋转，就可以顺利进站。用绿色机器取票的话，你就要到蓝色的 B 的闸门，这样两张叠在一起之后插进去就可以进站了。白色机器取票，因为它是一张热感应的纸，它就要到蓝色的 A 闸门，用人工的方式进站，就把你的票券出示给他。对啊，ありがとう。大家进来之后不用担心月台是不是很远，因为这边就有手扶梯或是电梯可以直接下去。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到下面要多久的时间。到下面月台之后，你有看到这边它不是特快，它是一般的观空快速，没有办法画指定席或是放行李的座位，所以如果说你搭这种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鲁卡的位置会在4号月台，车厢的话5、6、7都是自由座，那剩下的都是指定席的座位。1号车厢是绿色车厢，价格会再更高一点。所以一般我们买哈鲁卡只能坐指定席或是坐自由席的座位。大家可以看到，它车站的下方都会有指示它排队的车厢是什么，像这个就是观空快速。然后你要搭哈鲁卡，哈鲁卡记得要认这个图案，这个是6号车厢的位置，你就记得看地上的符号就知道车厢位置在哪里了。在拍哈鲁卡外观的时候，遇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位外国人热情地拍我肩膀，提醒我们 Kitty 座椅正在自动调整中。Look. Oh, thank you so much. Nice. Yeah, awesome. 询问之下，得知是来自德国的朋友，看得出来他们对日本之旅充满欢乐和期待。进车之后，它旁边有一区是让你放行李的，大型的行李都可以放在这边。那这边大型行李是不需要预约的，所以有空位你就可以放。进来之后，上面都是 Hello Kitty 的可爱图案，像在旁边的车窗有可爱的图案，以及说它的背椅后面也有一个 Kitty 的椅套，中间的把手是可以拿起来的。然后要用餐，旁边有一个桌盘，可以把它推出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桌子，可以放饮料跟小东西。大阪不只是美食的天堂，它还有个超酷的绰号叫做天下厨房。那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的这个天满市场，就是这个天下厨房绰号的来源。以前大阪它会兴起，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发达、四通八达的水运，在水运的交汇处，它慢慢会发展出大型的交易中心，天满市场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你知道吗？很知名的地方道顿窟，道顿窟前面不是有个运河吗？那条就是以前德川时期建的一条运河，所以运河对于大阪的兴起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地方，台湾也是因为运河的关系，所以它才兴起呢？答案就是大稻埕。其实刚刚我从地铁走出来的时候，一路上不太像日本很现代的建筑，反观其实有点像在地化的市场。下来就看到一间水果店，水果店的价格还算平价。这个香蕉这样一袋只要192块日币，比我昨天去看的超市价格再便宜一点点。这边也有草莓，
我不太确定品种之间的价差到多少。看起来草莓好大颗哦，640块日币。有一区它是卖相比较不好的水果，不过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如果说你想要来捡便宜，这个菜市场也是非常的适合。在水果店的旁边还有一间 ProMart， 它专门是卖给厨师或是餐厅他们用的超市。因为它价格太便宜了，品质又还不错，所以变成说很多在地人会过来这边超市采买。因为这边民生物资、生活食材也非常的多，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哇，真的非常的丰富耶。因为你看它光肉类、火腿类好了，它就有这么多不同的选项。这一大盘的猪肉才666块日币耶，像这种高级的双酱牛肉这边也有卖。这油花好漂亮哦，1333块日币。觉得难怪这边会成为餐厅或是家庭主妇爱的超市，因为它的食材选择真的非常的多，也有很多这种调理包，像这种写业务用的啊，就是专门给餐厅在使用的。这里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零食。我觉得也还蛮适合一般观光客或是散客过来这边采买零食。在这个菜市场，它卖熟食的店家是稍微比较少。那在 ProMart 厨师的超市旁边有一间卖天妇罗的店，它是少数熟食你可以现场吃的店。大家想到天妇罗，可能想说是不是甜不辣？其实天妇罗在日文的意思指的是油炸物，食物下去油炸的料理都会叫做天妇罗。那天妇罗它是从长崎传到江户，便宜廉价的菜籽油出现了之后，天妇罗才渐渐成为庶民小吃，大家都可以吃的料理，所以成为了江户3大美食之一。那老公，你猜猜看，江户3大美食，一个是天妇罗嘛，另外2个是什么？生鱼片。你觉得生鱼片大家吃得起吗？饺子。饺子是中国的，很常吃到的。拉面。你猜到都不是哎。好，我公布答案，第一个是天妇罗嘛，然后第2个是寿司，再来第3个是荞麦面。这3个就是江户时代的3大美食。这间天妇罗它即使冷掉了还是非常好吃，而且最特别的是它一点都不会油腻，吃起来非常的清爽，每口都能品尝到食材的鲜甜原味。而且你有发现吗？它的外皮跟一般的天妇罗比较不一样，它是只有薄薄的一层面衣，不会像传统天妇罗那样厚重油腻。你买回去饭店当宵夜时也一样好吃。由于天妇罗是老板的自信之作，推荐大家一定要尝尝看哦。これは几万都料理。わかる。楼下这边有一个光贵水产，这是一整个大章鱼。我昨天在木津市场吃那4、5片就500块日币，这么大这么厚。这边也有卖这种1片的鲔鱼，不过它这边比较可惜的是，真的是给在地人家庭采买的关系，它东西都是切好这样一整盒的，不太适合观光客来这边买。然后现场吃，比较适合买回去料理。那这边也有直接帮你处理好的鲑鱼做生鱼片用的，会不会有些餐厅也是直接来这边采买？真的很方便，他都帮你处理好了。北海道产的贝柱980块日币，它是直接可以生食的。有卖比较小盒的鲑鱼卵，480块日币，小盒的海胆这个就要2380块日币。虾子超厚超大只的，来看一下，跟我手掌般大小的虾子。在1楼的店家希万水产有卖可以直接吃的握寿司，价格也非常的漂亮，7的843块日币。这边的牛肉很漂亮，而且切好之后，它上面都会用层保鲜膜包起来，非常的干净卫生。因为在1楼 B1 都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就跟一般观光市场不太一样。2楼这边有间咖啡厅，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坐着休息用餐。2楼这间咖啡厅的价格不会很贵，看它这边有一个早餐的奶油吐司，再加1杯饮料才400块日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ありた。がとう。失礼いたします。从天满市场转过来，一下子就会到天神经商店街了。旁边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寿司，现在中午时间就开始排队了。这边商店街规划的很好，因为你看它把招牌放在很上面的地方，你可以远远的就知道说我要去的那间商店在哪。
好，我们现在到了天神津商店街，现在是中午平日12点的时候，这边非常的热闹。它全长总共有2.6公里，横跨了3个地铁站，商店非常的多元，它有美食、购物以及休闲中心。这条街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多店可以逛了。这边有一间 OS 药妆，是我每次来日本都会采买的一间药妆店，虽然它没有办法退税，但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有一些热门的药，我会建议你尽早过来这边买货，可能早上卖，它卖完了就没有货了。OS 药妆它只能收现金，然后没有办法退税，这点要再注意哦。小小的一个可乐瓶，非常多人在排队。先试试看，细腻的口感，外皮不会有油耗味，面衣炸得蛮酥脆的，这个给过，好吃。而且吃起来这可乐饼它还带有 cheese 的香味耶。我们现在在大阪的天满宫，天满宫是天神商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日本3大祭典的其中之一天神祭，就是以大阪天满宫为中心在举办的。它主要祭奉的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很多学生或是考生在考试季的时候来这边祭拜，祈求考试可以顺利，可以合格。那你来到这边，可以到他们旁边买一个合格的御守，还有个绘马，上面可以写上你的心愿，挂在旁边，祈求你的心愿可以达成。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屋檐上，或是说它的门上有非常多梅花的装饰。菅原道真他非常喜欢梅花，曾经还为了梅花写了一首中文的汉诗，你就知道他有多爱这梅花。那梅花的图文，它又分成梅花纹以及梅波纹2种。梅花纹就是以写实的方式呈现梅花的图案，战国他们的家纹弄得比较有设计感的那种就是梅波纹。那你会发现在这边大部分都是以梅波纹为主。这里很不错的是非常的清幽安静，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感受一下这边神社的氛围，因为就在商店街旁边而已，非常的近。这间面包店可以 take out， 或是说你要内用，但是内用的话就要另外点饮料才能内用。那我点了它2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招牌，红茶奶油馅面包，另外一个是咖喱半熟蛋的面包，一甜一咸，我们都来试试看。红茶奶油馅面包外皮是很柔软的外皮，重点是它里面的内馅非常的饱满，咀嚼到最后它的外皮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酒粕香味。红茶内馅其实说真的茶味没有到太明显，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不会到很甜腻的红茶内馅。而且红茶内馅的面包我觉得比较少出这种口味的，可以来试试看。再来这个咖喱溏心蛋面包，它的皮是非常的薄，已经接近到没有面包的口感了，可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吃，整颗的半熟蛋放在里面，然后再跟旁边的咖喱酱一起吃，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很像我在吃咖喱饭。我们现在在一间70年的大阪烧老店，大阪烧它又叫做御好烧。那御好烧它有2种流派，第一个是大阪烧，以山药泥为基底，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食材，做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的食材全部混在一起，在上面煎熟之后，再撒上酱汁，它就是完成的大阪烧。但另外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大阪烧里面有加面的，叫做广岛烧。那广岛烧它的做法会比较繁琐一点，它是高丽菜先铺一层，上面再铺一层面条，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可以叠到5、6层。所以说广岛烧它的技术会比较困难，那像这种大阪烧，有的店家他可能会把食材混合之后直接给你，你自己煮也可以。商店街这边有一间御出超市，它的装潢特别的五彩缤纷。御出超市也是我来日本的时候很常来这边买食物买吃的，因为它价格也还蛮便宜的。御出超市跟刚刚天满市场最大的差异是它这边有非常多的熟食。我个人认为御出超市它厉害的是在它的熟食便当类。那我们晚餐选这个，因为看起来超澎湃的，它有一个蛋包饭，旁边这个看起来是炸鸡，
然后意大利面，还有一个汉堡排，这个才462块日币，超划算的，而且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吃得到，很适合像我们观光客、散客来日本玩，你想要省餐费，或者是说晚上喜欢买一些零食、宵夜回去饭店吃，有面包、水果、饮料、饼干类的东西都有，一袋的餐包5个才124块日币，超划算的。想吃菜，因为在日本外食的话很少机会可以吃到青菜，149块日币。现在冬天好冷哦，来买一个牛肉汤，300块日币。老公说他想要买纳豆卷，为什么每次来日本都要吃纳豆？因为纳豆是对肠道是很好的食品，所以要多吃纳豆。我觉得我每次来日本都被逼老公说要去吃纳豆。中间有个梅子的，这好特别，这是漫画才会出现的。晚餐再配一个欧姆蛋荞麦面，311块日币。我们先来到米其林推荐的章鱼烧店，我自己认真觉得它的外皮吃起来是比较酥软，章鱼非常的新鲜，但是它的酱有一点点稍微过咸了，所以我觉得这间可来可不来。第二天使用大阪周游卡，可以无限次搭乘地铁，免费参观多个景点，让你轻松省力的游玩大阪，感受道顿窟的繁华绚烂。要注意看下低器，要找中间是有 QR code 可以扫描的闸门才能进出。大阪周游卡它没有办法分票，所以你购买2张以上的话，它的 QR code 码都会在同一个人的手机。有卡的那个人，他要站在最后面，他就一张张刷，让前面的人先进去之后，他最后再进去。要去第一个景点大阪生活馆，我们从天神津6丁目出来之后，3号出口走到这里，里面有个电梯直接到8楼，直通地铁，非常的方便。这个它就要用扫描的，你就点这个扫描设施二维码。在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里面是不能饮食、不能使用自拍棒。然后如果说有大型的行李，你就要寄放。大型行李的定义在这里，超过的话就要寄放，寄放是500块日币。我们现在一上来第一个地方啊，就可以从比较高的地方看到以前江户时代生活的方式。以前他们这个住宅里面，它这边就像我们现在阳台晒衣服的地方，还有居住的地方，或是卖衣服的杂物店的建材店，以及他们的澡堂都在这里。我们是礼拜一过来，刚好遇到他们小学生来这边参观展览，所以其实这边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博物馆，校外教学的景点。如果想更深入了解大阪的历史，建议租借中文导览机，费用为100块日币。现场这边也可以租和服，不过它的租和服时间只有半小时，是1000块日币。开放的时间就是每半个小时为整点。我们现在一进来，这边有个木户门，木户门是每一个社区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前是有宵禁的哦。到晚上10点之后，这个门就会关起来，就不能再进出了。跟我们现在晚上还是很热闹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它这边呢是1:1的还原当时的建筑，它的玩具店、杂货店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什么会想要以宅居为历史博物馆呢？比较少有资料去记录以前大阪人的生活，这个生活的历史应该被保留下来，并且借由以前前人的智慧，启发未来的住宅或是生活方式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借鉴。你仔细看它木造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有很多防火防虫的一些措施，这是我们现在住在那种水泥的丛林森里面没办法感受到的小细节，也是他们日本匠人技艺传承下来。你有发现这边的东西感觉不太一样吗？这边就是以前卖舶来品的店，很多中国的东西进来这里，有点算是我们这边的进口精品店。他们想要买一些稀奇的东西，就会来这个舶来品店买。像现在日本的拉面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派了很多的留学生从日本到中国去，学了什么诗书礼乐以及食材煮东西的方式，把面带到日本去，然后再发扬成现在很厉害的日本拉面。现场的人潮比我想象中还多，而且很多人都来这边穿和服。
来这边穿和服有一个好处，它是在室内，不会有风吹雨淋的问题，加上这边的环境是仿江户时代的背景，所以你穿了和服就很适合来这边拍照。逛到一半，天色突然变暗，打雷、下雨的声音，四季天气的变化，让你可以更真实的感受到以前大阪人的生活。仔细听下面这个水沟盖啊，有水流的声音哦。现在是接近黄昏晚上的时间，这边灯就打得像夕阳一样的颜色，整个天色已经变很暗了。现在是模拟大阪老街晚上的时候，你可以仔细听哦，旁边还有虫鸣鸟叫的声音。现在早上了，听到公鸡在叫的声音。哇，有太阳光，真棒！每个小时都会上演日夜变化的时光秀，让你体验江户时代的日常生活。位于8楼的展间展示了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的大阪风貌，透过6个模型橱窗，呈现大阪从城市发展、战争破坏，直到战后重建的历史轨迹。逛完大阪生活惊喜馆，就直接搭电梯到 B1。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到 B1 之后，你可以继续搭大阪地铁去下一站。下一站要去东梅田。现在在28楼吃午餐，这间叫 KYK 猪排饭，因为我是平日来，它中午还有商业午餐，价格才1380，这台币才289块耶！在这边这个漂亮的 view， 加上用大阪周游卡还可以再打9折，而且这里有沙拉吧吃到饱，还有味噌汤、白饭，甚至还有咖喱饭。那饮料它有石榴汁跟冰咖啡，超划算的。今天原本要去搭前面的摩天轮，不过你仔细看它都没有在动。我要来的前2天才发现它有公告说它因为要维修，所以现在是暂时停止运作的。我们晚上就会改去其他地方。那如果说你有使用大阪周游卡来梅田这一区的话，晚上你就可以直接到旁边这边搭摩天轮。用餐愿意用大阪周游卡有9折的优惠。那使用方式呢，在大阪周游卡这边有个优待特点，点进去之后，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没有QR code， 或者是说我扫它 QR code 这个动作，所以你出示给店员之后，他就用一张小纸要我签名，就代表说确认我用过这个优惠，他们可能内部就可以核销。吃饱喝足后，用走路的方式就可以抵达下一站。到梅田展望台这边，它有2栋大楼，要去展望台的话是右边这栋。在梅田宫中庭园，它的流程是我们先到3楼的入口搭电梯到35楼。35楼到39楼会有一个时空隧道的手扶梯，搭上来到39楼是购买票券的入口处。我们现在人在梅田展望台的39楼，你要使用大阪周游卡就不用再另外购票，就用大阪周游卡打开之后，用相机去扫描他们的 QR code 就可以入场了。旁边这边是现场买票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出示这个大阪周游卡，选扫描设施2维码，就可以去扫上面的 QR code 入场。上来40层，这边有一个咖啡厅，有简单的甜点、咸食，在这边可以休息吃点东西，而且这边的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虽然说大阪周游卡它只能3点以前进场，不过白天的时候你拍外面的景色比较不会反光，因为这边有玻璃嘛。所以其实白天看也很漂亮。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看夜景，你也可以3点的时候再进来，然后待到比较晚的时间。像冬天太阳比较早下山，就蛮适合待比较久，可以待到晚上顺便看夜景。41层楼是户外的展望台，但是风会比较大。如果说是冬天，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暖，以及说风大，你的帽子啊或是随身物品要再注意一下哦。在展望台这边还有一区是爱情锁，刻上你们的名字跟日期，把你们的爱情锁在梅田空中庭园。贴心哦，还设了一个手机的角落，让你在这边可以自拍。
在39楼这边有间伴手礼店，卖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是这里必买的东西是什么？你一定要买他们梅田天空大厦的原创商品。那像其他的伴手礼，其实在道顿窟或者其他伴手礼店都买得到，但是只有他们梅田天空大厦的原创商品是这边才可以买得到。梅田空中大厦不只有漂亮的景色，建筑也是非常的特别，它甚至被选为全球20大建筑之一，是这里必看的卖点。结束梅田空中大厦之后，我们要直接到对面的大楼，可以直接到天空美术馆。哦，出来就觉得风好大哦。在这里27楼，我用旁边比较通往高楼层的电梯。进来之后啊，一样是用 QR code 扫，那他会给你门票。3D 眼镜，这个画家他是日本的现代艺术画家，他去法国深造之后，再把法国学到的壁画技术跟日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画的风格都是比较偏浮世绘，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人啊，或者是说一些佛像，它有个3D 的剧院，艺术跟数位去结合，让它的画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每个场次的时间不一样，每一次大概是10分钟的表演。3D 的里面是不能拍照录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看完之后，再跟大家讲我们的心得。现在我们在天空美术馆的咖啡厅，因为刚刚我们去梅田天空大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边的咖啡厅人超多？可是我现在在美术馆这边的咖啡厅 view 也是非常的棒，重点是人很少，我觉得来这边咖啡厅更让我有可以放松的感觉。而且大家看哦，现在是夕阳西下，大胆是整个超美的，花一点点的咖啡钱坐在这边，你得到的回馈跟感受已经超过那个价。它的 VR 效果我觉得做的蛮好的，让你有代入感。那个 VR 的作品跟它实际展览的实体作品是有关联的。一段小电影的故事，以前日本战乱的时期，很大的2个佛像看着我们人世间为了权力而争斗，他的作品中一直在阐述着和平这件事情。那人的什么生老病死或养育小孩、组织成家庭的背后，和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和平，这一切都会消失殆尽。但是如果说是小朋友来看，其实我会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我持比较相反的态度，我觉得反而更适合带小朋友来。虽然他的画作表达的比较深刻的一些意义，但是我会希望小孩子来这边培养美术的敏锐度。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希望自己下一代可以好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台湾的美学跟日本的美学有很大的落差感，因为日本从各个小细节都会去讲求美感这件事情，所以小朋友带他们来看一些艺术展览，从小培养他们对艺术、对美学、美感的观察力。结束天空美术馆之后，其实晚上可以再去隔壁的摩天轮搭乘，但是因为现在摩天轮它在维修中，那没关系，我们就改去道顿窟搭观光船。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维修的东西，你要出发的前几天再去大阪周游卡的网站看一下它有没有维修的公告，才不会白跑一趟。如果说摩天轮它没有维修的话，你就可以在天空美术馆结束之后，到隔壁的摩天轮搭乘，欣赏大阪梅田这边的夜景。原本我们是有预约9点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行程提早，所以我们就现场直接搭船。现在是晚上6点，可以开始欣赏晚上的道顿窟。来讲一下这个道顿窟游船的心得，在这边你就不需要跟大家人挤人在旁边的天桥上面拍照，因为它除了游船之外，它还有在最有名的固力果前面停留3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拍照。基本上船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拍到照，第一排的 VIP 拍照就是在这个船上面。而且刚才兑换票券的速度
嗨，刚好遇到旁边有人打招呼，很嗨。太热情了啊。就是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很多人打招呼，这个是我们在路上走感受不到的，一定要坐船你才有办法跟人家互动。来这边搭船，感受大阪人的热情。第3天，使用大阪周游卡探访经典地标大阪城。大阪城周边有多个景点相互连接，一天内可以轻松走遍多个景点，晚上还能欣赏大阪港璀璨的夜景。大家早安！使用大阪周游卡有一个很重点的区域是大阪城的周边，所以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搭地铁站到大阪商务公园。我们下午要搭最晚4点的水上巴士的车，所以我们就早上先去换票，再进去大阪城里面逛，走吧。现在预约好我们的船票了，我们是约下午4点，所以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好好在大阪城这边逛逛。换了票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换时间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哦。预约好下午的船票后，前往大阪城搭乘御座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现在是10点10分，那我们就先过来换票。那下一个船的时间是10点45，我们换票之后就可以到对面这边等船上车。那我先考老公好了，你知道大阪城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大阪最重要就是纪念品，是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要采买纪念品，我管你那么多历史。大阪城它最重要的是石墙以及它的护城河。大阪城有经过战火的摧残，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大阪城都是经过修复后的。修复后的时代大概是在昭和的年代，但是呢，它外面的石墙是在德川时期建造的，这2个相差有100-200年哦。大阪城是比较近现代的建筑，那石墙的部分它就是在更久远、更具有历史意义，是由60几个大名家一起收集100万颗的花岗岩，然后把它建起来的。所以有的石头上面你可以看到它会有印它的家徽。搭御座船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这个石墙，你会发现它的石墙2侧堆叠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侧的它的石墙是比较没有规则的去堆叠上去，在建这个石墙的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堆砌的技术有慢慢进步之后，所以它才变得有规则的方式去堆砌。所以等一下你可以从船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2个差异。还有藏了一个小秘密，石墙的东北角处放了一个叫做人面石的一颗石头，它就是脸很像做起来不像。传说中它这个人面石是可以驱邪避煞的功能，所以它就镶在那里。这也是你要坐御座船才可以看得到的细节的部分。这个御座船厉害的是什么？因为它以前是丰臣秀吉坐的船，它是根据丰臣旗大阪图屏风有根据考察的。御座船它有分成河川上面用的以及去出海用的。那像这种御座船以前都是那种非富即贵、名门世家才可以坐的船，通常都是用来招待娱乐用的啊，或是赏月亮用的船。你可以感受一下，你今天是丰臣秀吉他皇家御用船，欣赏这个大阪城。那现在是中午11点20分左右，那天守阁就在后面，但是我们想要先去用餐，中午的人潮可能会比较多，我们想要避开尖峰的时刻先去用餐。旁边有一栋叫做米拉伊扎，里面有一间模型的博物馆可以参观以外，里面也有美食街可以用餐。我们先去里面休息。这里提供简单的轻食和甜点，还有一间咖啡厅可以稍作休息。大阪市水务局也在这里设置了补水站，让自备水瓶的旅客可以免费装水。在这栋里面有一间专门卖战国时代武士相关的伴手礼，很适合逛完大阪城之后你来这边采买相关的伴手礼，我觉得还蛮实用。这是书签吗？不是，它是粘在手机壳上面的贴纸，有各个不同家族的家徽。像喜欢收集明信片的人也可以来这一间，这是喵喵版的日本史，好可爱哦。海洋堂模型博物馆的外面有个地方要注意，它是在 B1， 那 B1 它是没有讯号的，所以你使用大阪周游卡可能会有困难。那建议大家先在1楼位置的时候，它那边有一个 QR code， 扫描之后，然后勾选完成出示绿色完成的图章，再去楼下就可以顺利的入场。
原本是一间小小的模型店，发展到现在变成了很多模型公仔的制造商。我刚刚参观下，比我想象中好逛。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湾的观光工厂的形式，前面是展示一些它公仔的模型，后半段它有用布景、打灯跟场景布置，加上它公仔搭配在一起，这种呈现方式的形式，我觉得很让我惊为天人。这是大人小孩都很适合来逛的原因是，它有我们从小看的卡通，甚至到动漫或是电玩的模型公仔。我看到我熟悉的角色，我觉得哇，好帅！会对那些模型叹为观止，又会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它前面还有一个流程是，它给你纪念币，纪念币再投进公仔的扭蛋机，小孩子一定会超喜欢这个环节。现在在大阪城的外面，那这边你会看到长长的排队人潮，它有分3个通道。如果说你是要现场买票，你就要排3号，那3号现场买票人潮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是用大阪周游卡，你就直接到2号通道去，那边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场，完全不用排队。走吧。Osaka Amazing Pass。はい、はい、さん、はい、OK、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收票处这里你还要再出示一次，就记得画面不要按掉。右边是绿色的，是直接走楼梯上去，那左边是搭电梯。通常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先到左边搭电梯到最上面的天守阁，然后再慢慢走下来，一层一层逛。我现在搭电梯到5楼，到5楼之后，你还要再爬一下楼梯才会到8楼的展望台。上来8楼的天守阁之后，可以看到 NHK 电视台，还有旁边很大的西之丸庭园。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屋檐上面你会发现一个金色的雕像，这金色的雕像叫做鱼虎。你仔细看，它是鱼的身体，老虎的头。它是有守护以及它还有防火的概念，因为以前像这种大阪城或是一般房子，它的建造都是木造的，所以其实非常害怕它会失火。现在重建后的大阪城就跟以前的建筑不一样，虽然你看它外观好像是木造的，但是它其实内部的构造都已经是水泥砖瓦。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大阪城的外观，主要的主体构造是白色的，白漆风格是德川时期它建造的风格，但是在屋檐上面它还保留了丰臣时期的黑金色的黑漆风格。那主要是因为丰臣秀吉非常喜欢金色，现在的大阪城结合了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时代2个风格打造而成的大阪城。在7楼的位置，它是有一个一个小影格的方式来介绍丰臣秀吉的一生，而且很好的是它旁边有中英文的说明，所以你可以了解丰臣秀吉以及大阪城的来龙去脉。在5楼这边，它用模型的方式重现日本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叫做大阪夏之阵。这个战役奠定了往后日本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转变为德川家康的时代。在天守阁的2楼，不只能参观，还能戴上武将头盔，化身为丰臣秀吉，拍下超酷的纪念照。逛完这个大阪城，给大家我的建议，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踩点拍拍照，就直接上去楼上天守阁看看景色拍拍照。你想好好了解大阪城的历史，你就可以一层一层逛下来。因为其实我发现它的简介都是做的还蛮好的，你可以很简单的了解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除了说丰臣秀吉的一生之外，他也有去剖析这个大阪城它是怎么建造的，去详细的说明大阪城的内部构造。我会比较建议来之前，你还是先把大河剧看过一轮，像黑田官兵卫或者是丰臣秀吉的一些故事，它里面介绍历史人物非常多。如果你今天对日本的历史没有太多了解，我会比较建议你先在台湾做完功课再来大阪城逛，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来大阪城可能是他一生只来这么一次。如果你只把这个当成一个很简单的景点，就有点太可惜了。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古迹，了解一下他们这边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防御敌人，以及他们当地的生活文化习俗，会对这个景点来讲更有一点意义。位于大阪城南边的大阪和平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文物，馆内陈列战争期间人民的生活用品，每一件都诉说着战火中的故事。透过亲身参观，能深刻地体会战争带来的伤痛以及和平的可贵。
现在时间下午3点52分，我真的觉得我们预约最晚一班4点的船次真的是刚刚好，因为我们就在大阪城逛了一圈，中午还吃个饭，4点的时候再来这边搭船。我没有选择再搭回来大阪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搭到那边下车之后，那边就有个百货公司的 mall， 吃完饭之后直接到旁边的地铁，再到下一个景点。刚刚我们有发现到这边上船它是不能带饮料的，因为旁边有一间星巴克，大家再留意一下。进来之后，它这边是室内的船舱，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吹海风会很冷，因为通常我们搭船只要是露天的，风吹过来都会冷，所以进来这边就非常贴心，非常的温暖。而且它的座位算是蛮宽敞的，所以坐上去其实蛮舒服。你看前面这个座位是有玄机的，可以放饮料。可是他刚刚不是说不能带饮料吗？他只能放水杯或是他们自己等一下贩卖的饮料。在日本搭船很安静很舒适，刚刚坐了之后我又开始想睡觉了。但里面好像有暖气，对不对？一点点的暖气。河岸上的美景真的还蛮不错的，夕阳西下，看到湖面倒映的阳光洒落在影镜上面投射出来，感觉很棒。它最厉害的时候是在樱花季，我们会发现它的河岸旁边都种满了樱花树，所以樱花季的时候来搭水上巴士非常的漂亮。水上巴士它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它会经过各个的桥以及景点嘛，它有中英韩的解说，所以你这边搭船也可以了解一下旁边建筑物的历史。这一条运河是丰臣秀吉他开辟的，像刚刚我们逛了大阪城，再来搭他们的水上巴士，大阪就是靠水运发达起来的，再加上他现场的解说，会对这个大阪城有更多的概念跟了解。下船之后，我们可以穿过车站的地下街，然后到这个金版的 City Mall， 可以逛一下百货公司，或者是说你想要吃东西都可以。今天竟然在大阪遇到下雪了，大阪会下雪的几率非常的低耶。在这寒冷的下雪天，最适合去吃烧肉暖暖身子。让我们前往附近的烧肉店享用晚餐。我觉得这间的烧肉品质很不错耶。我们来日本想要吃烧肉，很多都是那种烧肉吃到饱，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纪，没有办法吃到饱，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吃单点的烧肉。日本的肉的品质真的都超赞。这个牛肋条已经被我们吃到剩一半了，你看一下它油花，油脂很丰富，吃下去入口即化。我已经在滴汁了，我的天哪！这样子 OK，Thank you。那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来换网，有的换网子不是要钱吗？最后我们吃了6592块日币，它这边的肉的品质都很好，特别推荐日本国产牛肋条，因为它价格很便宜，一盘才699日币。我们点了2盘来吃，超好吃。发现其实不用点到和牛，它日本国产牛的品质就非常的好。然后重点是一定要点他们的白饭，那烧肉的油脂配白饭超好吃。直接点这500克超大碗，可以一起分。大家还记得梅田的空中庭园吗？很可惜的是，大阪周游卡它只能限定你下午3点前要进场，所以你大概只能看到白天的景色。这是来大阪，我是不是少了一个夜景呢？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比较冷门的秘密景点，一样用大阪周游卡就是免费的哦。要去展望台的话，会建议大家从贸易中心前站的2号出口出来之后，顺着这个道路走下去，就可以直接通到展望台的大楼。展望台入口在右边，下去1楼，哇，这建筑也是很庞大哎。这边白天好像是商办中心。那1楼也有 Lawson， 现在已经7点多的时间，大家都下班了。现在到一半，我有点恐惧腿软。哇靠37了，38了，可不可以快点到？我受不了了。我坐电梯第一次觉得很痛苦哎。真的很高。
超高的，我真的不敢往右边看，吓死我！第一次觉得好恐怖哦。哎，看不到后面手扶梯啊，我完全不敢往后面看。哇，到了，哇！这个观景台，它的楼层真的非常高，有50几层楼。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吓到要腿软了。它上来的景色真的很漂亮，不输梅田空中的夜景。那只是说它没有像梅田展望台有户外的走道，它都是在室内的。但是在这边，你可以很安静的坐在旁边看看大阪的夜景。很特别是，它就在大阪港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你可以看到晚上大阪港的样子。我去过这么多日本看夜景的地方，这边人真的是少到不可思议，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群吵杂声。因为我们这次是平日来，真的，我刚刚上来看是不到3个人，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现在这时间只有我们5个人，可以坐在这边小憩一下，不用像梅田或是其他地方人因为太多了，所以少了看夜景的氛围。虽然说它的距离比较远，不过因为有大阪周游卡，你不管搭到多远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是看夜景的秘密景点，很推荐大家来，因为人潮非常的少，你可以在这边好好拍照。总结这2天的花费，到底买大阪周游卡是否比较划算呢？大阪周游卡2日券的价格为日币5000块，实际行程总花费为日币14278块，省下了日币9278块，真的是非常超值。最后再帮大家整理使用的注意事项。出发前，请先到官网确认各个设施是否正常营业，避免遇到临时维修的情况。由于是电子票券，请确保手机有网络连线，建议携带行动电源备用。1日券的计算时间是从当天凌晨3点到隔日的凌晨2点59分，视为1天。也就是说，不要在凌晨12点到凌晨2点59之间点击使用。多人搭乘地铁时，购票人请在闸门处扫描 QR code， 让同行者依序进站，购票人则是最后进站。大阪周游卡的购买链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第4天从南波搭乘游览车前往京都3大秘境伊根舟屋、天桥立、美山合掌村，远离都市的喧嚣。大家早安，在道顿窟旁边，早上6点半。那为什么这么早起来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参加 KKday 的京都近郊1日游。会选择 KKday 1日游的原因，是因为京都近郊的距离非常的远。如果说今天我要自由行的方式过去，很麻烦，它要转好几次车，以及说它的交通费用其实不太便宜，也会花费蛮多的时间。所以考量之下，我觉得选择 KKday 的1日游，其实对于旅客来说会非常的方便。我们是从大阪南波这边直接搭巴士出发，再回来大阪南波这边，我们等一下是7点集合，7点15会发车。天哪，道顿窟原来这个时间地上超多垃圾的。桥上面就有很多的观光巴士在前面等了。集合地点啊，就是在这个螃蟹道乐旁边的桥。你好，我要报到。ございます。告别了凌晨的道顿窟，我们踏上了京都近郊的旅程，在休息站稍作休息。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休息站藏着这么多当地美食和新鲜海产。现在时间是8点40分，我们先经过一个休息站，那中间会休息10分钟的时间，让人去上厕所。8点50在车上集合，再继续出发。这个休息站有卖一些熟食，居然还有海鲜，还有一些生菜蔬果，自动贩卖机，可以在这边补充一下食物。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被称为日本威尼斯的伊根舟屋。搭乘游船，近距离欣赏230间独特的船屋。我原本还很担心会晕船，结果完全没有诶。这里的海面平静到不可思议，原来是因为伊根湾3面环山的特殊地形。而且你知道吗？这些看起来像民宿的房子，1楼是用来停放渔船，2楼才有住人，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正当我陶醉在这片宁静的美景时，
我们竟然被包围了。游船能顺便喂食海鸥，每人有1包虾味鲜。我们兴奋地将虾味鲜高高举起，结果，一只都不来。我刚刚觉得应该从淘叉网这边定制超大的虾味鲜，这样一举起来，他们就知道那个超大的。这太小根了。最后我们只好自己把虾味鲜吃掉了。虽然喂海鸥失败，但伊根的美景依旧让人难忘。25分钟很快就要回去了。今天海鸥好像不太想吃虾味鲜，就跟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要有个心理预期说，也许你过来不会有海鸥很多围绕着你的画面，但是当做看看这边的景色。不要去勉强动物，自己去享受当下比较重要。可能虾味鲜吃腻了。对，那我们换那台湾乖乖好了，台湾味他可能更爱。逛逛伊根的伴手礼店，准备前往下一站吧。现在10点28到天桥立这边，下来这边旁边有个厕所。11点20吃饭，然后12点40要回车上去美山。天桥立是日本3大景之一，但是要欣赏它真正的样貌，竟然要用一个超特别的方法。像缆车有2种。一种是有车门的 cable car， 还有单人座的钓鱼。单人座的钓鱼就来旁边这边。首先要挑战这个单人吊车，前往伞松公园。没有安全带，没有玻璃罩。但是当缆车慢慢爬升时，哇，这个视角太犯规了吧！沿途的风景简直美到不像话。虽然吊车看起来有点刺激，其实底下有安全网，速度也不快。等等，这些人在干嘛呢？来到伞松公园，居然看到所有人都屁股对着天空，明明站着就能欣赏天桥立的美景啊！我们也尝试弯腰从胯下低头一看，眼前的景象竟然完全不一样了。原本的海面变成蓝天，沙洲像一条巨龙在天上飞舞。原来这就是天桥立的奇景——飞龙观。我刚刚在弯腰的时候，我好怕我跌倒。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安全措施。有啦，有一个网子。所以老人家来这边，如果你今天有高血压，可能要注意一下。对啊，旁边有这个栅栏啊。那其实天桥立它这一条，它的意思是说通往天上的桥。它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它中间这一条大概是全长有3公里，上面种了8000多棵的松树，非常漂亮的自然奇景。那它会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潮汐作用的关系，两侧慢慢细沙堆积成的一条沙洲，这就是奇景，难怪会被列为日本3大景之一。不止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挑战，据说只要把瓦片丢过智慧之轮，愿望就会实现。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有这么容易成功吗 ？Go！ 差太远了吧！愿望挑战失败，只好靠美食来安慰一下了。天桥立这里有特别的红酒盐双麒麟，究竟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海盐的香味很香跟我们吃到印象中很咸的味道上来那海盐不一样，双麒麟的奶香味很重，再加上海盐的点缀，两个不同的感觉融合起来，我觉得很好吃。既然都来到靠近日本海的天桥立，怎么能错过美味的海鲜呢？接下来的午餐，当然就是松叶蟹火锅。吃饱喝足，接下来就是伴手礼时间啦。位于餐厅1楼是伴手礼店，很多人吃完都会在这边扫货。听说丹后这里的名产不少，有黑豆、松叶蟹饼干，其中黑豆糕是天桥立限定的名产。现在是中午大概12点半，人潮变很多，而且甚至连他们日本当地人的旅游团都来了，所以这个景点是真的很厉害，不止观光客会来，连日本人自己也会过来这里玩。我们2个一致认为说，行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悠闲。你离开比较热闹的市区之后，来到比较清幽的乡间小路，想看看藏在深山里的童话村落吗？下一站来到京都的秘境美山茅草屋。现在是2点07分，我们到美山茅草屋了。那等一下3点10分要集合。这边有好几间欧米亚给的店，他有推荐这边的美山牛奶，听说很好喝。你知道茅草屋的屋顶为什么是斜的吗？这厚厚的茅草屋顶不止挡雪，还能防雨。
是天然的保护伞，每隔20-30年就要大翻修一次。拆下来的旧茅草屋还能当做田里的肥料，非常的环保。很喜欢来这种很乡下、很原始的地方。合掌村那边就再更商业一点，这边其实相对很淳朴许多，看起来真的是人家住的房子。所以要提醒一点，这边都是人家居住的地方，我们保持安静，不要闯入人家的庭院，就是尊重他们当地的文化。这里还有全日本合掌村里唯一的红色油桶，别忘了跟它合照哦。拍完照，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吗？这间美暖咖啡厅是由鸡蛋牧场经营，布丁使用当地牧场直送的新鲜鸡蛋和牛奶制作而成。另一间采花咖啡厅，座位是传统的榻榻米。如果时间充裕，不妨在这边享受悠闲午后时光。刚刚特别买了他们的美山牛奶，试喝一下，没有那种很浓的奶味，是多了一股清新的味道。既然千里迢迢来到美山嘛，就一定要来试试他们的美山牛奶。哇，我刚刚剥这杯狗已经使尽我的力气在剥这个杯狗，非常的有嚼劲，非常的扎实。你看，哇，我用力才能把它拔开。它的抹茶味道其实还蛮香的，抹茶的香味会慢慢散发出来，那就是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就不推荐吃这个了。现在是下午5点的时间，我们已经回到道顿窟了。那对于这次一日游的行程，伊根以及美山这2个以前它是秘境，是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前往的。它的人潮不像已经很成熟的观光区，人潮非常的多。趁现在大家要赶快去，这整个行程真的非常轻松。上车之后你就一直睡就到了。日本的驾驶都是优良的驾驶，所以他们在行进路程中，不管是快的、慢的、弯的，都非常的缓缓前进，所以在车上睡得非常舒服。下车，导游他有很明确的指示说什么时候时间点要上车，这边打卡的点要观光的点是什么，他都讲得一清二楚。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自由行真的走路非常的累，你可以中间穿插这个一日游，可以坐在车子上面休息，让你的双脚休息，不在车上已经补眠，睡得超饱的。另外一点是优点也是缺点，有的人来观光他喜欢一次踩很多点，这个也非常适合你，但是缺点就是每个逛的景点它停留的时间不会太久，大概都是1个小时左右。一日游的行程拉车的时间蛮长，会建议大家备个小枕头，旅行者在车上睡觉会比较舒适。我们导游是台湾人，你在旅游的任何中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找他询问。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说是非常的方便，以及非常的安心。但是旅途之中多多少少还是会带到一点点行销的资讯。在每个景点购物的时候，有一些合作的商家，导游他会给你 coupon 券，让你去购买的时候，你除了可以达到免税额之外，再有额外的折扣。今天中午吃松叶蟹套餐的时候，听到一些小资讯，因为现在这边餐厅加饭是要加钱的，加饭是要加日币200块，以前好像听说是不用，可能是最近几年有一段时间日本米很缺货，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期很多餐厅它另外要加饭都是要再额外加钱的。那如果说你是食量很大的话，也许可以买个东西在车上吃，或者说你就现场再加饭，因为日本米是真的很好吃。想要订购这次的行程的话，购买的链接我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是 KKday 的一日游。第5天早上前往木津市场品尝新鲜海产，接着安排在附近的南波商圈逛逛，方便回程时搭乘南海电铁前往机场。刚进来就看到有2间海鲜冻饭的店，左边那间是排超多人，最多人排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排队，所以我就直接吃隔壁那间。我们将近8点半的时候来，刚好没有什么人在排队。它的生鱼冻我们初步吃下来其实非常的新鲜，上菜速度也快。可是它店里面有一点点狭窄啦。他们有一个拼盘是有干贝的，干贝跟我们在台湾吃到的干贝口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吃到的那种生食级干贝会比较偏软，那它的干贝是有点脆脆的口感。我是觉得海胆的味道没有到很高级的海胆味，因为我之前在竹地市场吃过厉害的海胆，刚刚的海胆我觉得普普通通。你知道日本那个鲑鱼卵一吃下去就哔哔啵啵，鲑鱼卵是爆开的，大早吃的鲑鱼冻饭真的是吃对了。这边毕竟
近是市场，那你可能在里面买东西，你都是要用站着吃，或者在路边吃。那这边的好处就是说，它有个餐厅可以让你在里面用餐，还有热乎乎的味噌汤可以点。它的味噌汤还不错，鲜鱼味噌汤里面有2大块的鲜鱼肉，那鲜鱼肉还蛮弹牙的，而且它才日币440，味道不像我们台湾是比较重、比较咸，它是一点清清淡淡，喝得出来有点鱼的鲜甜味道。但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开心，这么热闹的木津市场，差点从地图上消失。大家现在看到的木津市场，其实它在300年前只是一个小小的鱼市场，是专门服务皇室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政府就下令说，我们要改成中央控管的制度，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市场，所以你们这些小摊贩要全部跟我整并在一起。那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呢，不好意思，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所以木津市场他们就决定，不行，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市场，就发起了一个保卫活动，也成为了民营最大的批发市场。木津市场这边不是只有卖菜卖鱼哦，这边大概有140间的商店，从生鲜食材或是餐厅到刚刚我看那边有一间超市，比较特别的是第2个礼拜六跟最后一个礼拜六早上，它这边有一个早市，说我要买这个鲔鱼1万块、2万块，让一般的民众也可以来体验竞标的活动。竞标体验虽然有趣，但是想捡便宜，直接来这里的批发超市，一箱箱的业务用商品直接卖给你，即使是散客也可以买散装的自己吃，或是当伴手礼哦。转头走进市场内的摊位，看见满满的草莓，但是这价格怎么跟超市的差这么多啊？一间小型商店价格没有到太便宜，因为刚刚超市我看到400多块的草莓，而且它今天卖的品项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多元，几乎都是各式各样的草莓，可能因为刚好现在是草莓季吧。草莓的价格虽然不便宜，不过走几步就闻到海味啦。木津市场以活跳跳的海鲜闻名，重点来了，很多摊位都能让你现场挑选，保证吃到最新鲜的鱼货。每个摊位都有自己的号码，让我们货比三家，好好精打细算。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我们买的摊位在哪里。这边设有一个休息处，在市场里面买到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在这边立食的方式直接在现场吃。不错呢，它的后面还有卖饮料，早上很困想睡觉的时候，就在这边吃个生鱼片，然后喝杯咖啡。刚刚逛了一圈，在市场买了3样螃蟹脚是1000块日币，还有章鱼500块日币，4只甜虾1000块日币。然后像你现场买生食要吃的话，它也会给你一个芥末，还有酱油。我觉得酱油设计做得很好鱼的造型，它这样的设计你也很方便，滴酱油就不会沾得满手都是。哇，这好好吃好哦！鲜甜哦。螃蟹味道很浓然后可以很明显的吃得到它的鲜味。这个出乎意料的好吃我刚刚有点小看这小蟹脚。好 Q 哦！我刚刚一咬下去，我就有听到那 Q Q 的声音传到我的两侧。放章鱼真的好脆，有新鲜哦！我发现他们市场里面的鱼货是真的有新鲜。感觉上是早上就现宰的啦，大概凌晨4、5点，他们鱼货就开始卖了，所以就是最新鲜一批的鱼货，蛮新鲜的，认真讲。很新鲜的停松啊，加点酱油。是这样的滴上去哦。你以为是滴眼药水？这个要小心，不能给小朋友拿来滴眼药水。吃下来之后，这边的海鲜出乎意料的新鲜，所以其实我觉得外面一进来那个海鲜冻。要不要去吃？我倒觉得好像还好只是多了醋饭，然后还有椅子可以坐。如果说你不建议站在外面立食吃，吹着冷风的话，我会推荐你一进来买它里面的海鲜，那你可以选你自己想要吃的各式各样的海鲜料。因为像现在已经接近11点半，摊贩都已经收了，所以就只剩下外面的几间餐厅可以买。太晚来我就不建议啦。你刚刚说要来这边7、8点就要过来了，才可以吃到很新鲜的海产，感受一下当地摊贩他帮你现剥现捞，还有看鱼货。老人家最爱看鱼货，就东看看西看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蛮有趣的。我觉得来菜市场就是要来看这种画面。市场每周日还有大部分的周3都是公休的，你过来之前就记得先查询一下他们官方的行事历，才不会扑空哦。木津市场真的太好吃了，不过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附近一间实惠的超市。在木金市场那边，我们2个人吃了7500块日币，都还蛮饱的。我们就来这边在地人的超市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然后买回去当晚餐吃。哇，猪排饭看起来很厚耶，才598日币，那还要再加税啦，645日币。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熟食，还有这种各式各样炸物的，这才429块日币。像这个大盒的598日币，它也是海鲜冻，因为它旁边有醋饭嘛，含税价是645块日币。我们打算买一个北海道的生吐司来吃，因为之前来这边吃他们的白吐司超好吃的，150块日币。鸡肉玉子烧乌龙面529块日币。打算买他们那边有一个金赏，是称重的哦。看你想买小份一点的，或是大份一点的，都有不同的价格。那我来挑一个小一点的，就可以吃多样。那我拿这个339块日币。这间超市真的很多在地人在这边逛，所以它的价格也都算是合理的范围，非常适合旅客来这边买熟食啊，或是水果都非常的方便。你以为木金市场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吗？附近其实还有很多景点能逛，而且走路就能抵达，很适合和木金市场一起排成一日游。从超市步行约10分钟就能抵达南波公园。南波公园是一座城市绿洲的购物中心，楼下是商场，楼上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结合了自然、购物、美食、娱乐，是大阪非常有特色的复合式景点。位于南波公园旁边的日本桥电器街，是大阪有名的动漫电玩的集中地，就像是东京的秋叶原一样，能体验日本2次元的独特文化。哇，这边路上都有很可爱的女仆在招揽生意。它这个广告也是芭比的图案，好可爱哦！还有靠 NPC 了，你去跟他讲话，他等下给你任务。是以前马里奥的音乐跟游戏，超怀念的。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周边。你买这件，你就是东京万智汇的一员了耶！看到这个招牌的图案，被它吸引了。有一个人倒在那边啊，拉面掉在地上。他写说要救救我们，他们要征求店员，所以这个是真材的广告，好有创意哦。前往地铁站的途中，会经过千日前道具商店街，这里可是厨艺爱好者的挖宝天堂。这个道具屋商店街，它卖的都是一些营业用的道具啊，像是装饰的灯啊，或是广告的看板，到卖章鱼烧的模型、锅子、炉子、碗盘，这边都有。哇，这边还有一个专门卖刀的，以前卖武士刀，现在转行卖菜刀了。是专门切生鱼片的，用这切生鱼片，这生鱼片应该要很高档，但是刀很厉害，刀工上面还可以刻一条龙。奶油刀也很讲究，它是可以热传导，直接去切冷藏比较硬的奶油。这条就很推荐你平常有在家里下厨煮菜，或是想要买个锅碗瓢盆给妈妈，很适合来这一条逛逛。逛完南波商圈后，前往南海南波站，搭乘电铁返回关西机场。南海电铁的取票方式更简单方便。南海电铁推出的电子票券，在网络上购买完成后，会收到一个连结，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换票及划位，就不需要到现场再换成实体票券，直接用手机上的 QR code 搭车，是不是很方便呢？不过有一个重点一定要注意，记得至少要提前24小时购票，没办法当天买当天使用哦。搭车的 QR code 乘车日的当天才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上，要在列车发车前5分钟完成座位预约。如果临时有变化也不用担心，可以更改2次列车的时间。如果像我一样是帮家人一起购买多张车票的话，可以用网站上的分票功能，把车票的 QR code 提供给你的家人。
那 QR Code 有2种机器，第一个是这种的，以及这种的都可以扫码进站。一般这种 IC 卡的，它是没有办法扫 QR Code 进站的哦。南海特急列车是全车指定席，来的时候注意看一下地上的标示，会告诉你站的这个位置是几号车厢。根据你电子车票上面的车厢到下面的图示等待上车。它这边放行李的一个车厢只有这一区，刚刚后面那区是没有放行李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大型行李，可能提早过来排队才可以放得到行李的位置。这边放置行李的地方跟飞机舱很像，是有扣环，可以扣住不让东西掉出来的。椅子上面有一个桌盘，像飞机餐用餐的概念。这边可以挂行李，小件的行李可以挂在这上面。中间这个扶手，看你要拿下来还是要拿起来都行。椅子的材质的纹路很像豹纹的纹路。在椅子的下方有一个放饮料的架子，你还可以放保特瓶或是一些小饮料放在这里。关西机场最近大翻新，连伴手礼的购买方式都变得更聪明了。今天我要告诉你3种不同的购买方式，让你避开人潮，省下排队时间，还有免税再享折扣的优惠方法。我现在到关西机场入境之后，左边这里是你有预先上网订购的，在这边排队取你的伴手礼，要先准备你那时候预定完成的 QR Code 码，在这边取货。提供 QR Code 之后，他会给你号码牌，到你的号码之后，再到柜台去付款就好了。刚刚我们实测下来，从排队到取完货，大概是花了9分钟的时间，所以还算蛮顺利的。而且他会帮你把东西好好的包装好。那我会建议大家在上网订购的时候，你选择用现金付款，到现场再付款。那如果说你到现场之后想要改成用信用卡付款的话，这边也是 OK 可以支援的。像 Royce 生巧克力，它非常的热门，我会建议大家在网络上先订购，而且网络上订购有一个好处，它有送你一个保冷袋，这个是预约取货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再去实测它的现场点餐机的系统，点你要买的东西到购买完成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好，那顺着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很多的美妆柜台直接免税，非常多的品牌这里都有。顺着走过来，右边它这边购买的方式变成说，它有展览的实体橱窗让你看，但是你要到入口的地方用机器去点单，再付款再取货。从这边的入口进去，这边有写下单的入口。进来买东西还要看登记证，那我们就按荧幕开始点单。这边都有语言可以选繁体中文。这边有注意事项，你点完单之后，你要15分钟内到收银台去完成付款，最多一次可以买20种商品。但如果说你超过这范围，你就要另外再 key 一单。这边主要的品牌就是这8个大品牌的项目，在这边可以购买。看一下这个 Royce， 这边现场也可以买。现场买的话，保冷袋是需要另外加购，它会自动帮你加保冷袋的钱进去，那一个是100块日币。这边 NY Cheese 有8个装、12个装以及15个装。加入购物车确认，然后1200直接免税了。15分钟内去收银台，然后1小时内完成取货。好了，他会出来这张收据。那拿完之后，我们就到对面的柜台去结账。之后他会给你号码以及一个 L 夹，告诉你的号码在这边，所以你就现场等上面的叫号机。看叫号机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我觉得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来实测看看，等一下我到底拿到货的时候过了多久。耶，拿到了！刚刚实测下来，也是花了9分钟，其实还蛮快的耶。因为它这边虽然说是实体现场点单的方式，但是它人手非常的多，所以速度也还算蛮快的。但是预约取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打折，以及说线上预约取货，它网络上可能会有些优惠的方案，可以留意一下。整体来说，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可以用预约取货的方式。
在时间上会比较有余裕一点，还有可以享受到免税更低的折扣。在靠近20号登机门这边有关西旅日记，也是专门卖伴手礼的地方。那它购买的方式就跟我们以前传统的方式一样，直接去挑选你喜欢的伴手礼之后结账。那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就可以来这边买。不过这边买的东西会跟刚刚关西免税商店的商品类别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它这边有关西机场限定的伴手礼，而且它这边现场很好的是工作人员发试吃品给你。之前介绍的低把的生爆条这边也可以买得到，京都的伴手礼这边也都可以买得到，很方便。月前海鲜俱乐部的鲜贝，它是整只的鱿鱼跟章鱼下去做的，超好吃。那这边也可以买得到呼吸巧克力。在关西旅日记旁边还有3间很厉害的伴手礼店，它是独立的专柜，有黑船的蜂蜜蛋糕，还有神户的费南雪，以及京都北山茶之果。特地从热门的伴手礼中精选了5样伴手礼要推荐给大家。除了在关西机场可以买到大阪、京都的伴手礼以外，也可以买得到北海道很热门或是东京很热门的伴手礼。我觉得算是非常的方便。重点是记得你要看到最后，我再告诉你，除了免税以外，还可以再打折的方法。第一个是万年热销款，不只是日本人喜欢，台湾人也喜欢 Royce 生巧克力，它的特色是用了大量的北海道鲜奶油制作而成，那跟我们平常吃什么100%黑巧克力不太一样，它的口感会再更柔滑、更滑顺一点。这是这个 Royce 巧克力的特色。那为什么要在关西机场买？虽然说我们可能去各个百货公司，你都有机会看到有在卖 Royce 生巧克力，对，但是在关西机场买，价格价差至少差了2倍、3倍以上。因为在日本买就是比较便宜，它的巧克力有非常多种口味。那我今天选的是最热销牛奶口味的生巧克力，卖的最好的是这个，它要冷藏，在买的时候它都会要求你说，你要另外再买个保冷袋。打开之后，它是切成20个小格的巧克力，所以很方便你拿叉子一口吃下去。小心哦，它有上面很多巧克力粉，应该不用咀嚼，慢慢的含，它会融化掉。刚才吃下去真的是一个非常愉悦舒服的体验。巧克力的外层是有一点点苦味，很棒。中间是北海道的牛乳，所以它带点甜，但又不会过腻。我觉得它是蛮适合普罗大众都会喜欢的。对于不喜欢吃太苦巧克力的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适合。在日本，它对于生巧克力，它有一个标准在，你一定要水分有到达10%，但是 Royce 它的水分含量有达到17%，再加上它又用了大量的鲜奶油，所以整个吃起来非常的滑顺。有很浓郁的牛奶香味。那下一个是我个人很期待的，因为连续8年金氏世界销售纪录的费南雪，企业要撑过3年就不容易，它还撑过8年。它是在关西机场有自己的柜，那我这次就直接买了2个口味，综合的、原味的跟抹茶都可以吃得到。好，那我们来直接吃原味的，这个是市面上常见费南雪应该有的外表。我刚刚看你剥的时候，觉得好像非常的松软。我觉得很好吃因为第一，它的口感非常的湿润，不会有你吃蛋糕进去好像干干的要配点水。第二是它的杏仁味很重，他们在挑选食材上面非常的讲究，特别从国外去找了号称杏仁女王的品种来制作这个原味的费南雪，所以它的杏仁味香气蛮重的。有一点很厉害的是，几乎你不需要用牙齿咬，它就入口即化了。它的蛋糕体是做的非常的湿软柔嫩，这个真的好吃。直接试吃抹茶口味的。我想我刚刚在剥的时候，真的完全不用费任何的力，它就松开了。来，一人一半。它抹茶味好重，刚开始吃还好，但是后面抹茶味又冲上来了。我比较喜欢这个抹茶的，味道真的好强烈哦，这好吃。这2个口味我觉得都很好，因为原味的杏仁奶油味比较重一点，抹茶口味杏仁奶油味就比较淡，
那主要就是有一股抹茶的味道会冲上来我。会不会建议，如果真的买了这个伴手礼回家吃，还是配点茶？认真说啦，虽然它东西真的好吃，但是适量就好，好吃的东西过量了，它也变得不好吃了。不要过量的吃，失去了你吃费南雪愉悦感。吃了2个甜的，那我们现在要来洗洗我们的味道。诈骗电话，先不要理他，等一下。那再来这个是我们上次的大阪伴手礼有开箱的月前海鲜俱乐部的海鲜鲜贝，因为上次那个真的太好吃了。这次我买另外一个口味，它是有点辣味的鱿鱼，辣味的那应该是很完美的下酒菜哦。对，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这一款的，非常的刷脆，但是有一点可惜的是买太少了。真的它这款的特色是整个海鲜下去压制变成鲜贝而成的，所以它的海鲜的香味是非常的浓郁。我之前也是因为看了他制作的影片，才知道原来他制作过程这么的厉害，好像小叮当把东西浓缩在一个饼干里面。好像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而且你从中间也可以看到它的鱿鱼就是夹在中间。实实在在的鱿鱼，而且它外表因为是辣味的关系，有点辣粉在上面，所以我相信这个一定非常的开胃。那嚼嚼之后，海鲜的味就非常的浓郁。我觉得这辣，连我这个不太能吃辣的人都能接受，好香哦！我真的好喜欢这款。去大阪，你有看到月前海鲜俱乐部的，你随便哪一款都好吃。这款真的我给蛮高分的，因为海鲜味带点辣味综合在一起，加上脆度3重奏，真的很过瘾。那下一款是非常有名的 NY Cheese， 这款我真的是等到现在才有机会尝到。大概几年前去的时候，因为它非常的热门，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云流傻傻的去东京车站要买这款。我记得我好像蛮早到了吧，就已经卖完了。那时候就非常的热销，我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它就卖完了。东京那边太热销了嘛，开始慢慢的在黑门市场那边也有人贩售，台湾也有很多人帮忙代购，到现在他终于直接可以在关西机场买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上辈子有造桥铺路，我这辈子才能买到这盒。对，我这辈子居然可以吃到 NY Cheese 了。我有的时候在吃一道料理或是美食的时候，我都会抱持着一个比较迟疑，那真的是商人炒作吗？还是饥饿式行销？所以其实我对它的期待还蛮高的，毕竟我已经等了那么久。但我觉得这款好像有点评价两极，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也有说它不好吃。不过它这款厉害的是，它是由美日法3个大师联手打造的伴手礼。那其中美国还是前白宫的甜点师傅。然后讲到前白宫，我就一直想到爱德华。你说白汤匙爱德华，对，能经过白宫的洗礼，这甜点想必应该是登峰之作。好，那我事不宜迟，赶快来试试看，我真的也超期待的。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它是用金色的包装，这个送礼真的非常好看。这点我给100% 同意，外包装有质感，这个送人你心情就好，人家拿到也觉得这个看起来很不错。一个东西要有质感的时候，其实你的设计都要走简约路线，而且我觉得很厉害，它这样竟然没有断掉，做的造型蛮漂亮的，好像一个大桥把美食连接在一起，我蛮喜欢它造型。那你怎么觉得像水饺？先吃一口，一半。我蛮喜欢这一款，因为饼皮、起司、奶油互不抢对方的风头，而是融合在一起。我个人很喜欢吃起来的味道是咸甜咸甜的，好好吃哦。哇，这款是真的我会买，一直买。它已经把3种不同原料的比例拿捏得刚刚好，中间的起司也不会过于太浓烈，浓烈到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就在吃起司，搭配的非常好，我给蛮高分的。好，100分。真的，我也讲不出来，100分。这是个100分。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没有那么甜的甜点，我觉得这个就是符合没有那么甜的甜点，这个值得买。那接下来我觉得这款危险了耶，因为前面是那么厉害的 NY Cheese， 它是在东京也蛮有名的伴手礼。我为什么会说危险？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有点类似，它这个也是奶油起司饼干。你是拿来当祭品是不是？我有点担心。我选的这个也是他们最畅销的口味。你就认明这个蓝色的包装，它是海盐加卡门贝尔起司的饼干口味。哦，小牛很 local 的外包装。我觉得相较之下，它的包装真的比较朴实。朴实不一定是坏事，重点还是在于它食物的本质。它的饼干的外形看起来太一般，可是它饼干上有点烤过的痕迹，搞不好也是很厉害。好，老婆你吃。
认真讲，因为它有海盐跟起司的融合，所以真的吃得出带一点点咸味感。吃到中期的时候，那个咸味就慢慢出来了。那这款它的起司味道比较浓郁，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口感跟味道。我觉得是好吃的。我也觉得是好吃的，喜欢起司的人这款应该会超爱。那我觉得它还是有传承日本甜点的一个特色，吃起来都是非常的柔和，有起司香，不是到之前的那种起司香。对，我觉得它真的是运气不好，排在 NY 后面。如果说这2款，我一定买 NY。我还是买 NY。我认真讲，我们都是比较老实的去比较啦。好，那总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结论好像很明显？这全部半说你一定只买 NY？ 不一定哦。我会买 NY 跟月前海鲜俱乐部的那个鱿鱼饼干。你没有看我一直比月前跟 NY 起司饼干这2个，我觉得不分轩轾哎。我觉得喜欢咸食的月前那个你一定会爱不释手，喜欢甜食的 NY 起司你会吃到没日没夜你都在吃，因为真的太爽了。这2个在我心中今天是并列第一，因为我刚才在脑中在细想说今天到底谁是第1名，就有一个鱿鱼之手一直在缠着我说不要忘记我。我说对，我记得，我的脑中已经浮现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刚刚都吃甜的哦。那有一个咸的会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所以你今天送伴手礼最好是咸甜交织，不要一直送甜的。有可能我吃完一个甜的之后我就丢旁边，但如果你今天是有咸的跟甜的交融在一起，口味上跟滋味上的层次丰富，会让你觉得这次来日本真的是物超所值，咸甜真的是非常完美的配合。恭喜 NY， 我终于吃到了，也并列我心中的第1名。月前海鲜俱乐部一样是我去大阪都会买的伴手礼口味。那月前海鲜俱乐部除了辣鱿鱼的之外，它其他的口味也很好吃，而且每个地方它都有它限定版本的味道，所以你可能去大阪、去东北都可以试试看月前海鲜俱乐部不同口味的饼干。先到网站点选建立账号，注册成为新会员，填写完基本资料后，到电子信箱收取验证码，就可以开始购物了。新会员首次购物可获得3%折扣券，另外也可以留意其他商品优惠活动，例如目前购买 Royce 生巧克力会赠送保冷袋。将商品加入购物车后，记得输入3%折扣券的优惠代码，再填写航班的资讯。要注意的是，从第2航厦出发的国际航班无法使用网站预订服务哦。建议选择到店付款的方式，因为这样后续还能修改订单内容。完成后可以在订单记录中查看取货用的 QR code， 请记得将 QR code 截图保存，取货当天再出示即可。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